尸臭味。瞎子，你看这船都钙化了，礁石和船底都粘在一块了，看都看不清，还真像是明代的沉船啊！别研究了，外面都是海水，这里粘得太久很容易坍塌。抓紧行动吧。 这些袋子里的尸体都腐烂了。这些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尸体吊起来？你看这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把尸体吊起来，收集这些尸液，来滋养这些植物。明代的航海图，怪不得这些尸体都烂成那样，可能是那个时候船员的。这些尸袋应该也是他们吊上去的。这上面还记录了一件怪事儿，是当时这艘船出海的时候，船员突然开始离奇死亡，死状都是浑身红疹溃烂而死。随着越来越多人死去，整艘船陷入了恐慌。怎么了，三叔？这船被水鬼缠上了，水鬼来了，被你们沉入海底的人会困在海上，无法归乡，所以他们化作厉鬼回到船上找我们索命啊！三叔如何是好啊？把尸身都吊起来，把厉鬼困在尸身之内，靠了岸，怕他们好说厚葬。切记，尸身的脚万万不可接触甲板的。这些尸身上滴出了黑水，反而加剧了灾难的演化。应该是当年船上有人中了黄昏草的毒，这些中毒的人身上沾染了黄昏草的种子，而这些人死后，种子依附他们的尸体而生。黄昏草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刚好适合船舱。慢慢的，船上的黄昏草爆发了，才会导致了全船人的悲剧。这些黑色的尸液里绝对有黄昏草的种子，不然不会开出来这么多。这就是这艘船的精华，中毒而死的人的浓缩液。想怎么干？上面那帮孙子肯定想要这东西，哼，这么危险的玩意儿，怎么能让他留着祸害人间？来给你们消消毒吧。看起来你还挺享受的啊。是吗？这么明显吗？你们几个去那边帮忙，快去！是。副官，你怎么了？这儿怎么这么乱？您下令炸开礁道，现在礁石已经炸开，有东西出来了，咱们的人伤亡惨重。你是被张海岩伤成这样的吗？谁？张海岩，就是你一生的宿敌。张海岩，师祖和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绝不能让他们夺走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把那些种子拿回来给您。有人来了。早知道刚刚补这小子一下了，失策呀！
证据，一个也别放过！唯一的出口被他们堵住了。你是想借炸弹炸开船体，靠冲击波把我们冲进海里？疯了！士们，看到我了。看到了。全部炸弹一起扔过去，炸死他们！没想到火力这么猛，不知道这破玩意能不能顶得住啊？想回下城吗？废话，当然想。那就好。什么意思？张海龙，我不想回下城。下城我没什么牵挂，你替我回去吧。小仔，你能不能不要再……张海霞，你干嘛？傻仔，你疯了吗？小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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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，我带你回家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周围的人？你是爽了，周围的人怎么办？想回下城吗？废话，当然想。我不想回下城。下城我没什么牵挂，你替我回去吧。张海霞，你干嘛？师傅，张海龙，你画什么呢？画眉鸟，像吗？
张海霞，你的眉毛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？眉毛洗了去。哦。这是你的本相。你的本相是蛇，蛇会吞噬一切。但这也不能怪你，还好你走了狗屎运，有张海霞在你身边，他会提醒你。铁哥们，对我好点儿。哎，救命！救命！盘花海礁岸，师爷的预言几乎应验，最后以2名探员重伤为结局，变成悬案。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们养伤的过程中，南部档案馆霸龙洲分馆突然被通知暂停事务，所有人员就地解散，各自休整。张海楼一直尝试联系总部，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档案馆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连师傅也没回应？岁月流转，盘花海礁案之后的3年间，南部档案馆各分部接连发生档案馆成员失踪事件。档案馆馆长张海奇一直在调查。Gantu Yasin, Yalamantu Sina. Landak, masasi kinata, tanda ni ibnani hanida. Asolanke, wisma gantu TISM, itu enaku, uni enamp. Asgid Balawata.为什么要杀档案馆的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是谁出卖了档案馆？你不用知道，反正你也活不了。
我不会让你们不清不楚的死去。还在琢磨这些东西呢。这些年我找了很多跟黄昏草相近的植物，但后来发现，黄昏草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明末的时候。这种草从根到种子全都有剧毒，我们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琢磨它有意义吗？怎么样？总部还是没有消息吗？不仅没消息，连想都不发了。你说档案馆不会解散了吧？如果解散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觉得还是得尽快回下城找到师傅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可以回下城了。别跟我说这话。等回到下城之后找到师傅，他那么厉害，你这腿肯定能治好。就算治不好，不还有我呢吗？我给你养老送终。我的腿呢，是治不好了。总有一天，你要自己一个人行动。我不在你身边，没人会再盯着你。大不了我辞职呗。你那么厉害，辞职可惜了。厉害有什么用？把兄弟害成这样。其实你现在明白这些道理也不算晚的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你要继续往前走了。你要说什么我听就是了。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千万要冷静，绝对不能冲动。多去想想周围的人会怎么样。知道了。对不起啊。看看这个，喜不喜欢？谢谢。看报！看报！神秘毒物大量繁殖，剧场出现多人中毒死小孩亡。，我买份报。看报！看报！神秘毒物大量繁殖，剧场出现多人中毒死亡。来生意了，快！你看这个，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没钱了，你买这么多报纸干什么？我不是给你捡来一堆报纸了吗？虚城突发离奇病症，形似蒲公英的，全身起大量红疹，伴有溃烂的现象，吸入后迅速死亡。黄昏草3年了，从盘花海礁活下来的，除了那群军阀，就只有我们2个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查黄昏草的资料，但一直没有结果。现在它终于出现了。这帮人渣又出现了，他们到底想干嘛？当年的邪神也是从军阀那儿来的，说不定这2件事也有关联。算了，档案馆都没了，我查个屁啊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南阳现在的通船非常发达，每个码头每天都有上千人进出。如果真的是黄昏草，那么那些花蕊、花絮还有种子会被带到各地，它们都含有剧毒，
会危及到普通百姓。虽然说很久没有发饷了，但是档案馆还是有各地狱警的职责。你也不想那些百姓受难吧？你要不去看看？哦，快去快回。小仔，到了，下车吧。在这等我会儿，我去给你拿个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放心啊，他没中毒。我专门在城外守了3天，身上消毒啊、洗澡都处理过了。这种毒你我都熟，如果要是中毒的话，3天之内肯定会出现溃烂。坐吧。张海娇，叫家属。家属，你给后辈取名字用平辈的字。师傅说了，流落海外的可以用海字辈儿，以示疏离漂泊。渴了吧？疏离漂泊。我叫张海霞，侠客的侠。他叫张海楼，楼宇的楼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这是一句诗吗？我让你给人家删。好。为了欢迎海椒，今天吃火锅。谢谢家属。谢谢虾叔。黄昏草最早就是在这3个村子同时爆发，而且这3个村子里，中毒的第1个人都是在7月的第1周搭乘从下城到巴莱的南安号。下城的新闻我查过了，没有人中了黄昏草毒，也就是说，这3个人肯定是在船上中的毒。你可以再仔细看看这3个村子的位置，刚好平均分布在徐城。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找到这3个人，让他们携带黄昏草毒同时回到村子，这样毒草蔓延的速度就能达到最快。如果这次的事也是当年挖黄昏草的军阀所为，那他们的人很可能就在南安号上。
哎，既然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南安好，要不要上船查查？嗯。什么时候再靠岸？下周。南安号是开往下城的，你如果要去查岸，就一定要查全程，到了下城再下船。南安号的船票很贵，就算是底舱单程票，我们的钱也只够买一张的，而且到时候你回来也得是1年以后了，对吗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把这卖了，咱们就能买2张票一块回下城，而且还能以查案的方式回下城，绝对不算逃兵。卖档案馆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了呢？你要不然干脆把我给卖了，好吧？大哥，这儿荒废3年了，都是身外之物，总得先替活人考虑吧。你回去查查封路为什么没有到，顺便看看师傅。如果南部档案馆没了，你就别回来了。给我发个电报，咱们就此别过。绝对不可能，说好一块回去的，我一个人回去多尴尬呀！而且钱是我们俩的，有你一份。我决定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你替我回去，没必要陪我耗死在这儿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查那3个村子吧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这样咱俩都不用回下城了，挺好。海龙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你要继续往前走了。等回到下城之后找到师傅，他那么厉害，你这腿肯定能治好。张小霞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没死啊？被踢出档案馆，你还有脸到这儿来？是我送你进大牢，还是你自己进去？不要轻举妄动。叫张瑞普先生，按辈分来，他还是师傅的长辈。听说你们在查黄昏草的事情，我特意来帮忙。好久不见。平民高手，还真的是平民。张先生要打要杀随你，何必奚落我们呀？我是觉得你们精神可嘉，都穷成这样了，还跟着档案馆混。哦，其实你第一次在那个盐碱湖下出现时，我就已经查到你们了。但我觉得你们2个的素质啊，死生抓不了我，所以没把你们灭了，免得南部档案馆换了几个靠谱的来。我在虚城不得安宁，结果不负众望，你们比我预期的还要无能。其实我们上次是去查协商案的，坑你只是顺带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次的黄昏草毒案，你们了解多少？
要浪费我时间，张海老。黄昏草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了，这次虚城突然爆发黄昏草，你却能在死尸堆里活着回来。据我所知，只有接触过黄昏草的人，才有可能在体内产生生物键屏障。你是怎么接触到的？你的这位兄弟因你残疾，你照顾到现在，是不是有些疲倦了？如果有个意外，比如我帮你杀了他，是不是你的人生就会轻松一些？既然你是档案馆的人，应该知道档案馆的规矩。南部档案馆的规矩向来是，不该说的话，即使至亲之人死在自己的面前，也不会说。你拿这个威胁我怎么成呢？人你留着吧，我告辞了。张瑞普，真是感人呢，羡慕。那我就可以逼供了。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现在开始往下捏碎他的脊椎骨。你晚回答1分钟，我就多捏碎一块。现在他手有感觉，7分钟之后，他除了脑袋能动，啊，不对，他应该只有脑袋能动了。那我就可以逼供了。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现在开始往下捏碎他的脊椎骨。你晚回答1分钟，我就多捏碎一块。现在他手有感觉，7分钟之后，他除了脑袋能动。哦，不对，他应该只有脑袋能动了。不要！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倒是也不挣扎。平民高手就是没什么原则。这么说来，虚城的毒草确实是人为投放的。3年前我调查过，在明代失传了，而唯一发现种子的盘花海椒也已经被炸毁，所以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黄昏草的，就是3年前那些军阀。虚城的3个村子毒发后，巴莱全境15个村子陆续都有毒草出现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，所以在各个村子安排了人手，毒源很快就被处理掉了，没有爆发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投毒是针对整个巴莱，只不过先选择了虚城？那是因为虚城离港口最近，所以先爆发了。但好在虚城4周的村子和垭口都有我的人，所以你们巴龙州才不会有事。不过我的人也折损不少，我不会让背后的人好过的。那既然张瑞普先生如此神通广大，能这么快的调查清楚我们的底细，
而且还能阻止投毒。投毒的人你查清楚了吗？你们看，这15个村子，正好均匀贯穿整个海岸，而虚城最先中毒的3个村子，在这里。我按照村落中毒的顺序，连接出一条线，发现其实是一条航线图，航线时间与15个村落爆发时间完全吻合。黄昏草最早就是在这3个村子同时爆发，而且这3个村子里，中毒的第一个人，都是在7月的第1周搭乘从下城到巴莱的南安号。就是这条船，南安号。虚城最开始的3个村子的中毒者，也是从南安号上下来的。这一点，也证实了我的推测。果然是南安号。哎，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黄昏草毒是军阀所为，那唯一不清楚的是，军阀的目的是什么？既然如此，你找人上南安号上调查，一探究竟不就得了？唉，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我和我的族人自从离开南部档案馆后，发过誓，不会再回下城，但得有人帮我查清楚这件事情。虽然档案馆的人经过抗毒训练，不过这次黄昏草毒非常厉害，我的人还是死了不少。但是你们接触过黄昏草却没死，所以我找到了你们。这是报酬和一张船票，3天后南安号正好从霸龙洲起航，一路向下城进发。你去船上帮我查案，我来帮你照顾你的这位兄弟。如果半年内查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你的这位兄弟就要成为我香蕉园的肥料了。你随时有办法弄死我们，所以你说的应该是真的。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你说。我这个兄弟，早上起来要用鱼翅漱口，中午吃饭8菜1汤，晚饭可以清淡点，5个菜加个白粥，但是白粥里你得给我放金华火腿丁和虫草花。腿早中晚按摩3次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害怕，你最好能跟我找3、5个姑娘陪他一块睡。你是不是一个叫张海琪的女人带大的？你跟她什么关系？你可以去问她。还有，你的这位兄弟，我只会照顾得更好。船票不是3天之后吗？船已经提前靠岸了，我的人会送你过去。好奇怪的味道啊！我会回来的。老板，他会乖乖上船查案吗？有计谋的人，总是会解决实际问题，找机会救出朋友，而不太会遵守交易规则。他这一路上，有人会和他讲述清楚利害关系。海椒，你带了栀子花。刚刚带我出去的叔叔给的。女孩子带花好，去隔壁阿妈家玩一会儿。不，我要跟着夏叔，照顾夏叔。小朋友，我带你们去我家做客。接下来，你的朋友会被带离南部档案分馆，我们会扫清那里所有的痕迹。
如果你上船之后偷偷潜下船回到这里，你只能看到一个空房。当然，船上也有我们的眼线。如果你敢私自下船，电报也会打回来。到时候你的朋友会被我们割头挂肝。不要耍这些没有用的小伎俩。你走到这儿的时候，他们早就离开了，而我老板的人正在盯着你。你身边会一直有我们的耳目。如果你做了任何与查案无关的事，你的朋友就会死。下载给你们带半年的时间太长了。如果3天之内就能调查清楚，我找谁对接呢？到了船上自然就知道了。那如果我要是不幸死在那儿了，你们会放下载走吗？走。爱情。